少年的陪伴，欢笑和泪光。新谣是一种身份认同，是你们共谱生命乐章。我心中的新谣，首先它要有本土的色彩，然后要有自创的精神，是民间大众自己写给自己所需要的作品，很自由、百花齐放的创作的生态。细水长流岁月，让友情芬芳，让心谣一代一代永远的唱。背后小小的林子里，曾经是孩子们的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小学从前在小坡，平时不读书，考试之前。我觉得新谣呢，它珍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那我就很真实的把我成长的环境、生活的一部分都写在歌词里面。我们都曾一无所有过，现在拥有的不算什么，但是比别人珍惜的多。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标下金山等来咯，小小麻雀。在我身后呢，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它是我国第一个在卫星镇所成立的图书馆，当然也是我童年很珍贵的记忆。这条玛格烈道有很多我童年的足迹，向这个方向走进去。我记得那时候每个周末，我和我的邻居玩伴就在里面走得很深入，那是我们童年的窝。一方半庭的竹背后，小小的林子里，曾经是孩子们的我们一搬家住得舒服自在，旧戏院变成教堂做礼拜。在路的对面呢，过去就是也相当著名的我们早期的戏院，也就是当年的电影院啊。京都戏院和京城戏院，我们在那里看了无数的文艺电影啦、武侠电影啦等等，启发了很多童年的想象。新谣有它的历史背景，它主要蓬勃于80年代，然后80年代呢，其实是我们建国60年代那一代的孩子，他们长大差不多20出头，开始想寻找一种抒发自己情怀的一种歌曲的形式。我那个时候新加坡刚好说要盖这个地下铁 MRT，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还没有露出地面的，我们还在 underground， 所以我们就叫我们地下铁。如果无期限邂逅的台湾，会不会错过地铁站？如果水草当年换了叫吸管，蝴蝶会不会飞过海洋？新谣它是来自于校园年轻人自发的一个运动吧，代表建国之后，经过了一个阶段的婴儿潮之后呢，新一代的人诞生了之后呢，他们需要寻找他们的认同感。关于身份认同，关于文化认同，其实历史资源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成分。像新加坡派里面说到说60年代的时候国家诞生了，大家会马上会想到那个建国时期的种种的那个历史的画面。爸爸说我出世在60年代，1岁多国家才算诞生出来。那时候没人相信新加坡派，还有人移民海外。旧家的戏院建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韵新声主持人林子慧。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什么歌曲呢？是介绍梁文福的作品《声音》。听一听，我们这一代的声音，让我们告诉你青春的温馨。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流向，声音
企图表达呢，就是希望别人可以听一听我们自己的声音，那么可以希望年龄和我们不同的人呢，听一听我们这一代的声音，希望在其他地方的人呢，可以听一听我们新加坡年轻人的声音。新谣是在校园里面萌芽、催生。我的第一首歌录音的歌是写一首歌给你。这是梁文福，他第一次能够吸引到我的注意力，也是因为这首歌。那写一首歌给你，后来我还把这首歌作为歌韵新生的主题曲。写一首歌给你。文福他的文化底蕴很深，他有敏锐的观察力，他写出他生长时代周遭的一些事物，反映了新加坡这个时代的氛围。去年我在 Faiz 前面见到阿 Ben， 我讲我的话，他听着他的 Walkman， 我叫他拿下耳机，谈一谈未来从前。他说道理和车声一样令人讨厌。阿 Ben， 他的一个主题是当年的游离青少年，因为社会因为教育分流制度，父母在外面工作，他们当年呢就流连在一些购物中心的一些场所啦。哦，阿 Ben 从来不谈明天，今天有点无聊，明天也不会改变。哦，阿 Ben 从来不谈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也许也没有明天。在歌词里面提到了一些购物中心的名称，可是媒体在那个年代认为说，这种出现某一个商场名称的就不要去播放了，这样子等于是给人打广告的意思。后来就被禁播了，有点可惜。不过我也觉得它也成为一个话题了，所以虽然它被禁，仍然是蛮多人有印象、注意到的一首歌。文福他很能够用他的文字来捕捉整个新加坡整个改变，他能够捕捉到一些很重要的人民的情感。他一唱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哦，对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有这样的这种感动。一晃眼已经来到90年代，帮帮你再唱一遍我的情怀。新加坡派是1990年创作，那一年就是建国25周年，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像我在歌词里面说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要自己记载。我们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国家，更好不容易有了自己创造的一些大众文化，像新谣，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一晃眼已经来到今昔年代，感谢我爱的你们依然同在，愿这个家国故事千秋万载，未来就看下一代。2015年建国金禧年，那年办了一创作35周年的一个作品演唱会，却已经创造新加坡派。当然免不了有《新加坡派》这首歌。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呢，我就忽然间有很多的灵感跟那个感触。当晚就在当着全场观众的面前，非常新鲜热辣的就唱了那首《新加坡派2.0》。就是新加坡派。新游记它是我跟团队很诚心的想给国家建国60周年的献礼。除了说是《西游记》的人物来到了新加坡，里头有新加坡这个新字，更多的是一个创新，以及我们新加坡社会经常做的就是翻新。我希望国家来到了60周年，并不是说满足于现在的成就，还是继续向前的。还有一个翻新、更新的一个梦想、期待，可是又不忘初心。新加坡派的后半部，在我的
无论是文学或音乐的作品里面，都有很多家国情怀的一种流露啊。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因为我父亲是记者，很多关于国家的新闻啦、消息啦，我们可以说是经常耳闻目睹的。我们的国父、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当年他宣布新加坡独立的时候，忍不住掉泪的那个记者会，其实原来我父亲也在场。然后当年他也是报社的摄影员，他也参与了拍摄到了珍贵的照片。对我来说，家庭的教育认同跟对国家的认同可以说是同步了。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文学的学生，尤其是唐诗，他的一种审美观、文人的责任感，像杜甫这些诗人，他给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在1990年，当我写了新加坡版，然后就也寄给在美国的周策仲教授。我度过了他的酒窝。在那个回信中，他就提到像新加坡派这类的歌词，他想到了一个词，就是歌史，就是以歌来记录历史。我们这里是新加坡，麻雀的卡上我。麻雀新竹枝。我常说它是一首有故事的歌，它是从一首广东童谣延伸而来的新谣歌曲。这首童谣，它是我所学的第一首歌。在我很小的时候呢，父亲每次就把我抱着，然后我就贴在他的肩膀上，他哄我入睡嘛，就不断的唱这些广东的童谣。那这首歌在当年前面我特地请了我的父亲到录音室清唱了麻雀仔擔竹枝的廣東童謠。他的这个童谣的故事是说，一只小小的麻雀，它衔着小竹枝，然后呢到街头去，他就看到非常热闹的场面，很多人呢敲锣打鼓啦，原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奶奶，她要回娘家，非常风光，很多人陪伴，然后去到那个码头，故事就说完了。那小麻雀后来怎么样了呢？没有人给他一个答案吧。等到我长大了，那写了新谣，我觉得就也想为这个小麻雀的故事写一个结局。小小麻雀擔竹枝，都係擔返屋企好得多。最後的兩句是小小麻雀擔竹枝，都係擔返屋企好得多。就當年的小麻雀。我是想跟他说，你别顾着看热闹，你别忘了，你为什么衔竹枝，而是要筑巢，做自己的鸟窝。我想用它来做一个比喻，就人也需要自己的家园。就我们家的3代，我爷爷呢是从中国南来到新加坡的那一代，我父亲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成长，独立后选择跟我母亲留在这里，成为新加坡第1代的公民。所以我们3代人也等于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个新谣歌曲主要是华语的歌曲，是我们有讲华语运动之后的这个新谣的文本。可是我想把它跟我们的方言的纽带结合，因为这几句方言，当年电台、电视台的那个标准原则是有方言的歌曲就不能播放了。这首歌呢被禁了23年，以为永不见天日了。可是来到了2013年，因为一个本地电影用了这首歌，电影导演他争取向媒体局申请说这首歌能不能够不要禁呢？媒体局官方的回复是在记录中它其实没有成为禁歌。在8月1日那一天，导演在早上打电话给我说，这首歌没有被禁了。然后在那一天呢，金传媒的3个中文台都在傍晚班的时候播放了这首歌，所以也蛮感动的。
H60的国庆庆典，这首歌也第一次在国庆庆典的演出中被演唱了。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就在你生日的时候，我将小小口轻松，最难忘记你的笑容。每一首歌有它自己的一个命运。《细水长流》这首歌，现在我们有时候听到别人说它是一首爱国歌曲，我觉得蛮有趣、蛮有意思的，因为他创作的初衷肯定不是为了写爱国歌曲而写的。是1987年，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2年级，所以我想写一首说，虽然岁月让我们成长，可是好朋友他的感情应该是不变的。我就请了来自不同信仰小组的好朋友刘瑞正、王邦吉跟我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因为我们3个人的个性其实挺接近，我们有挺健康的形象，对友情我们也挺真挚的。虽然我们不是唱将不过却能够很好的把这首歌的意境给带出来。年少时我孩子不懂我唱过任何歌，不过他们就懂我唱过《细水长流》，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这首歌还在传唱，变成一个人家所说的爱国歌曲是我始料不及的。传唱的最多的是学生，在学校里讲友情，而且是这样的很真挚的，还有画面感的，真的很触动别人。在这样多的信谣歌曲里面能脱颖而出，它有它的必然性。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也很喜欢梁文福的《细水长流》，我去听了，觉得也很有意思。《细水长流》的开头是这么唱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我们的国家领导，我们的部长，他们也蛮爱这首歌。曾经有一个时期，政府呢推动说，唱吧新加坡这样的一个运动，唱一些社区歌曲，成为国民歌曲了。然后其中一年呢，《细水长流》被选中成为一个要推广的歌曲，然后也请了像蔡李莲蔡淳佳啦、唐玉璇他们来唱另外一个版本的。一代一代的不同的版本，它有助于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世代中去推广这首歌，无形中它就成为了像国民歌曲一样。在新谣之前就有很多本地创作了，一些歌星，比方上官流云，他老人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创作一些歌曲，只是大家都把它当作一首流行歌曲，并没有关注到它是本地创作或者是港台的歌曲。新谣清新的味道引起了广播电视还有平面媒体的注意，这3种媒体呢就构成了一股力量，就逐渐的把这个新谣推广开来。这音乐是平易近人的，因为这样是很容易进入群众的，就是很容易打动人心的。摇呀摇。我觉得呢，新谣甚至是新加坡建国以来呢，对新加坡以外的世界，甚至是尤其是亚洲呢，产生影响力的唯一的文化输出。所以我很期待
哪一天呢，我们可以建一个新谣的博物馆。我甚至有一些异族的朋友，甚至有一些是他平时不说华语的华人的朋友，可是他也喜欢新谣。然后有一些像马来同胞、印族同胞，他本身是很爱音乐的，他们甚至也参与了一些新谣编曲啦、新谣歌曲的演奏、打鼓啦、弹吉他啦，这些他们也喜欢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虽然新谣是新加坡主要是华人身份认同，或者说传唱生活的一个文化文本，可是它也是新加坡国民凝聚力有亲和力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认同的文本。的溪水慢慢流，流到了别离的时候，轻拍你的肩颈，我说朋友不要太惆怅，霓虹纵然再嚣张，我们的步履有方向，成败不论，切莫将昔日遗忘。多年以后，又再相逢，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人生的际遇千百种，但有知心常相中，人缘长久，水源长流。年少时候